每个厨房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，有的甜蜜浪漫，有的刻骨铭心，有些却凶恶残暴，惨不忍睹。但是，凡走过必留下犯罪痕迹。犯罪调查科绝不放过任何线索，直到真相浮出水面。这宗案件又是一起谋杀案，被害者遇害前，我相信是活生生的。那主谋究竟是谁？犯案过程又是怎样呢？是时候找味觉侦探来破案了。杨志龙，犯罪调查科的妙手神探，江湖人称犯罪克星。我是趣味时尚的煮爸，喜欢煮出新颖的东西。郭坤耀，机智过人，办案时从不低调。就是因为我高，所以我是推理界的高手。娜娜，犯罪调查科新生代，极具冒险精神。我属狗，所以我的嗅觉敏锐，没有味道能逃得过我的鼻子。哎，到很久了，很好 ，attention。那在你们进入犯罪现场之前呢，给你们这案件的背景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线人透露，昨晚屋内的狗叫了5声，3长2短。那接着呢，就有金属的碰撞声。屋主呢就走出来看，却发现了厨房一片混乱，很明显就是有犯罪的痕迹。那你们的任务呢，就是要帮我找出2个重点：第一，被害者是什么；还有要还原整个案件的过程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第一眼看到那个犯罪现场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很乱哦。因为当时真的是有太多东西了，所以我有尽量的去记得我所看到的东西。会有很多食材是来误导我们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这里就是犯罪现场，你们有10分钟收集证据。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关键的证物呢？就放上标志牌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先用推拿师啊，不是推理师。好，你先开始，因为他推理很好。我可以当最后吗？不可以。OK，开始。小心你的头啊！小心，不要毁灭证据哦。不要打扰我。我对于收集证据的理解呢，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证据，只要是你能看到的、你能嗅到的、你能摸到的，也就是证据。闻这样多次就是闻不出是什么。我要看他怎么样收集证据哦。看就用你的眼睛看，不要用你嘴巴讲。哎，我是探长，sorry， 你 respect 一下，我跟你讲。sorry， 我一开始以为它是 oyster mushroom， 早知道我把它放在我嘴里。可是我放的其他东西在嘴里呢，就放错了。咸的、甜的，很香。哇，你整个鼻子都要进去里面。不到，我鼻子不够敏锐。哦，从这一点就看得出，他对食材的了解很少，很浅。跟他的人一样肤浅。也对。没有，我的策略就是用心。怎么样？哎，你到现在你已经花了几分钟？哦。我的心跟我讲要去到哪里，要去试些什么，看些什么，我就跟着我的心一起走。我觉得冰箱是其中一个重点。为什么？
因为里面会有很多食材。也可以做东西啦，这样我让你知道哪一个是那个线索。你没有看到那边有6个字？很久哎，你可以快点啦！然后下一位就是ladies first。是的，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摆在桌子前面的东西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个垃圾桶。哇，女生就是不一样，细腻，对，很细腻。然后下一位就是ladies first。刚刚我们看到摆在桌子前面的东西，可是他没有看到个垃圾桶。我觉得煮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到那些包装。如果你看得到那些包装，你就这个是很大的进去。我找到第一个线索了。很好 Zinia， 我看好你。哦，我也是看好我自己。Zinia 真的很有前途，因为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所以从垃圾桶寻找一些证物呢是对的。然后一定要看他们用过的道具，就是煮饭需要的这个塞。什么真的？你不用笑了，那个我闻也知道是什么。没，你不用进来了啦，真的不用进来了。这个味道太熟悉，味道太熟悉。哦，Zinia 看好你，看好你，很好很好。还有时间，我觉得这2个可能是那个一定要试一下。不用，我漱口，我闻就好。不要动。可以，放动就好，哦，要放可以。哦。那个味道很熟悉，可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什么味道。刚何们都不懂是什么我。跟你讲了，所以我要派 Ben 进去。等一下，我一定会很老实跟你们分享。觉得最关键的证据呢，就把它标上，好不好？ coconut cream。哇，果然是经验丰富。看他这样开关那个柜子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哦，拍照很难说可能他看到一些自己记录下来就好，他不要分享。他自私啦。这是我。我懂了，你刚才没有看到对吗？我有看到。你没有看到，所以你不懂。Ben， 我们是队友对吗？我真的要帮你。OK。一定要开这些柜子。好。OK，不要让你浪费时间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OK。哇 ，Zinia， 我觉得你有给我一点点的希望了，真的。那我们现在看我们 Ben 哥哥讲表现。在开始之前，对，我要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哦，我知道，因为你老花。没大没小。你可以讲，但是不可以讲我老。眼花缭乱，因为太多东西。风落的什么？风落的小什么？这个字写得很潦草，又这么小。好，来。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刚才你们都错过这些纸巾？因为纸巾是要擦掉那个案发现场的重点。走过必留下痕迹。什么？你这个样子哦，就像我刚才一样。这是关键。来，做菜最重要的什么？要用厨具。刚才你们没有检查厨具。你懂？你这样讲话，你已经浪费1分钟。我的想法是，他们都没有在看厨具。对我来讲，做菜最关键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厨具。我就相信应该会有一些重要的食材或者什么东西会沾到那个厨具，所以我就从那边开始看。都是霸道，也要新的。我们的储备食材一定要用到刀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皮盖有开就代表有用到，皮盖没有开就是没有用到。Ben 哥哥，你可以帮我们秀一下那个吗 ，please？ 没有那个黑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只有你会懂。我懂那个是什么？你懂没？
不是啦，当我看到那碗水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想太多，就直接去尝那碗水是什么东西。我是有洗过香菇的，所以我知道那个香菇水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小心哦，我还需要你的。没有味道这个，所以到底是什么？讲真的我也不知道。Serious，我相信你。刚才你们直接闻，其实你可以夹起来闻，对，对吧？很熟悉的味道。这个喝下去清凉解渴，吃下去非常燥热，燥热哇！所以我觉得它是椰子。很熟悉的味道。刚才你们有没有看这个里面是？我闻到，是不是沙拉？沙拉才能啊。它是拿来腌制，哦，比如说葱，然后应该里面有加了一些酱青、生抽、麻油，然后去跟它搅拌均匀，然后呢再把它捏成一粒一粒，再一粒一粒。 Ben， 收集证据的时间到了，你的任务只有7号。身为探长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贡献。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懂的是2点：当一个凶手他在干案的时候，他会穿什么他穿 apron， ？Yes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哦，他是个 apron。哇，我有吓到哦。你看到没有？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哦，我看到黑黑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点点概念，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关键。鱼，哦，然后直到闻，就闻到一个很熟悉的味道。哦有，我一闻我就猜得到，一定是海鲜。我就确定那把菜刀上的味道是这个的味道。还有我发现，其实你们一直都在看的就是食材啊、工具啊，对，其实周围的东西你有看到吗？那边有一个，送哎，什么？我刚才一直在看这是什么？星期一酿豆腐。可乐饼，粽子。星期四是什么？被害者是什么？案发过程又是怎样？现在我们有9个证据，我们继续讨论。好，来，首先推拿师啊，不是推理大师。终于到我哦了。 ，OK，来来来，首先呢，为什么我会放这个1号在这里？对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其中一个食材，而且呢，它很有可能是那个被害者。你有看到这些黑黑的东西吗？它有可能就在切到一半，要把它拿起来用来做馅料，剩下的就留在桌子上，然后转过头呢，他就要去准备这个酱。可是我闻的时候，我很确定它就是。那我就不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讨论，所以你是不想要分享你拿到的线索的意思是吧？啊，这样啦。好，那由我来讲吧。那我觉得第2呢，它是咖喱，是用来淋在被害者，是一个字。哦，第3，第3呢，很久哎，你可以快点吗？第3个呢，就是辣椒。咖喱里头要有辣椒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辣椒真的是非常重要。被害者是几个名字的2个， ？2个是什么？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不要犹豫不决。对，犹豫不决。哎，很明显对，对，我懂，黑色的，我知道了，对，它不是黑色，它不是黑色，它身体里面啊，它是白色。我确定被害者是鱿鱼，鱿鱼哦。鱿鱼。我觉得是墨鱼，墨鱼，因为我觉得鱿鱼跟墨鱼都是同样的家族。刚才你没有看到桌面上有牙签，那个牙签呢是用在被害者。其实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呢，弄倒的东西呢都是关键。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里头是有香菇的，因为在角落头呢，只有那罐香菇是倒的。哦，我觉得香菇是放在墨鱼里头的，然后你用那个牙签来插进去。
然后那个馅料就不会露出来。当你在煮的时候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锅呢，里头是放水？有2个可能性。首先呢，它有可能是拿那个墨鱼去煮；第二，他拿去煎，那个我就不知道，那个你们就要去想了。我找到了3个线索。我一进厨房的时候，找到了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，我就看到了拉沙的包装。我很确定就是拉沙。除了这个包装，我有看到另外2样。我想问了5号是什么？因为刚才我去走2圈，我找不到那个证物哎。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侦探，对，所以我想要澄清啦。我标的第5跟第6个线索其实很重要，它是时间，所以是假的啊。所以是假的，是想要。等一下，是因为我看到 Ben 我很紧张，因为他太厉害了。因为 Ben 对我来说是唯一的竞争者，我觉得我的厨艺比不过他，可是我对食材的了解也不会输，我是信心满满，我是有信心到我还花时间去误导 Ben。觉得最关键的证据呢，那就把它个标上，应该好不好？是 coconut cream。哇！所以我就用我的演技。OK， 现在我觉得太容易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误导他们。我懂了。Ben， 我们是队友对吗？我真的要帮你 OK 一定要开这些柜子。 OK，为什么你直接把我撇开？我觉得何们在找证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对食材的了解没有很深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他应该不是我的竞争对手。可是到了何们在讲他自己的线索，我慌了，我失去我原本有的信心，所以我后悔了，真的后悔。可以让我赎罪吗？可以。在这个 Gari Laksa 的包装下面，我有看到另外2个线索。第一个是菜的包装，它只有1个字 Thailand。第二个，一个手套，手套里面看起来很像是碎肉，肉碎，好像晚餐里面的那些肉碎。我觉得那个肉碎真的是很重要。肉碎有很多哎，有鸡肉碎、牛肉碎。好 OK，刚才你找到的证据就是只有7号。好，来分享一下。我先来到这个7号这里，好，我就闻一闻这个被剪过的包装，它就跟剪刀还有这个铲的味道是一样的。过后我就来到了垃圾桶，又看到了这个包装，这个就是刚才在桌上的那个。所以肯定这个就是它的酱料。所以就是咖喱。拉萨。我打你不要这样推，那个不是 iPad， 你不要丢脸。他刚才要把它弄大。你不要丢脸，你自己老花就好。被发现了。没有，它有写拉萨，哎呦，写拉萨。但是是哪一种拉萨，你们就要自己去判断。好，那第8呢？这个菜单证明这个人很喜欢吃本地美食，他也很喜欢做本地的美食的菜肴。我觉得你看错了重点。对，重点不在于它是不是个美食，而是它呈现的方式。我刚才一直在看这是什么？星期一酿豆腐。探长给我们看1周的菜单，我看不出是什么。我懂，什么？里头一定有馅料，然后呢，有可能他去煎或者是包。他喜欢吃有馅料的东西。对，那不是我讲的吗？对了， Thank you， 何曼。他可能对食材的了解没有很深，可是他的思考能力很强。所以他是被害者内还有多一个被害者。我知道了，被害者是怀孕，被害者是怀孕了，所以她里面怀着孩子。我可以叫警察过来。是，我就不用紧，不是，我来抓他。你不是乱讲废话，你给我走。下去。OK， 我来分享总结，我觉得刚才说的用水煮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是用蒸的。因为有馅料的东西，你不可以用水煮，它的味道会跑掉。你有看到一个厨具吗？如果你蒸东西的时候用碗，它会可以夹上。对，用蒸，然后煮了汤汁淋上去，可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。谢谢。探长就不一样哦。可以。那猪肉呢？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不是猪肉。
现在我跟你1对1的讨论呢，他们是不知道的，对，所以是真心话，因为毕竟只有1位可以帮我破案嘛。原来是这样。而且我一直没有升职的机会，所以这次是机会了。对，看得出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可不可以把那些虾跟香菇，你不要煮先，塞进末音，然后拿去煮？还是你需要把那个馅料煮先，然后塞进去，再去煮那个末音？如果我从案发现场发生什么事，我叫你来干嘛呢？刚才你有提到那个垃圾桶有一个线索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菜。我先拿出来给你看。你看一下这个证物，谢谢你。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是，我只看到2个 alphabet us。哎，这里有一个 US， 哎， Paragus。哇，你很厉害 ，Asparagus。哇哦 LETTUS， 你懂你为什么没有升级吗？因为属土的少。是不是 asparagus？ Asparagus， OK，泰国的 asparagus。我期待你的表现，祝你好运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探长。加油！我期待你的表现， Thank you。升职就靠你了。靠你了。哦，靠我。对，我为什么要进行1对1呢？因为我相信这些侦探，他们一定有一点点线索是不想分享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3位还蛮阴险的，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赛，只有1位才可以破案。Attention， 这里就是犯罪调查科总部，你们要在这里重组案情。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证物。哇，其实我发现哦，你们的东西都不一样哎。你们2个都有 asparagus， 你没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谁丢进去的，所以你不觉得这个是证物？也不需要有。还有牙签，哎，牙签要我以给为是有给的吗？没有，如果是证物，你要写下来。你们第一次做侦探那这样锅跟那些盘全部也是要写。对了，不用。 Then 锅就不用，牙签要。他眼里只有漂亮的女人。我觉得牙签是我第2个最重要的线索，因为我知道有剁碎的馅料。如果是导爆，你不用牙签啊；如果是包在鱿鱼里面，你需要牙签。你要不要跟他们 share？你们要啊？要没有问我。所以你要几个 Please 你 please。也想一下，OK？ ，this 还有我有发现哦，Ben，你有鸡肉哎，是一个鸡肉一个猪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猪肉呢？我觉得不是猪肉， OK， 这个虾我给你们再虾肉多一点点塞进去。哎，好，我confirm90%，它里面的馅料不是猪肉，是2只脚的。我觉得有鸡肉，因为我有看那个碗，我还拿那个夹拿去这样夹起来这样看，我感觉它是粉红色，它是鸡肉。这个他们都没有提到，所以刚才我有一直跟他们说是鸡肉，但他们觉得不是鸡肉，他们觉得你不行啊，就是让他们觉得他瞎我骗猜。他们呐。对，我很肯定是猪肉，可是 Ben 很肯定是鸡肉。我们2个煮出来，看谁会赢。我觉得你们3个都对我不老实哎，你为什么会有柠檬？其实我也是个厨师，我要增添它的味道嘛。哦，有可能我挤在我墨鱼上呢，吃出来那个味道有更多层次。好，我现在已经看完你们证物呢，其实我有点心灰意冷。不是你们，是因为我抓到了一个嫌疑犯，但是因为由于证据不足，没有办法起诉他，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黄金90分钟内重组案情。所以90分钟后我要看到一道菜，还有一个真相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对啊，你们现在做什么？切香菇啊。哦，哎，他们都在弄香菇，然后对，我先处理那个难度比较高的。
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腌制的吗？有，就是我的馅料。其实你要不要先腌制，让它入味？哦，可是我也需要鱿鱼在我的馅料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步骤是什么？把香菇切了，然后我之后呢，我就会切我的葱跟我的菜。所有的。Wait a minute，外面有被害者，有人要来报案。哇哇，这个什么东西来的？一开始就有 surprise 啊！这边有说不好意思，是我家的狗昨天不小心把证物叼走了。快把它找回来。哇，萝卜，等一下，它只有一条。它只有一条。只要是一个线索，就一定要用，不用问太多问题。这个萝卜你们会用吗？用哦，既然来了就用，不要浪费，不然他不会送过来的。会无缘无故的送过来一个红萝卜，不需要你去用它，那你要怎样用？放在馅料里头。那你要用吗？萝卜我是不会要用了，今天你会要用吗？我也是不会的耶。不会，给他了，他贪心吗？不是，因为它是现场的证物哎。哦，只要会煮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可能他觉得红萝卜芦笋不适合在这一道菜里面。哎，这个要哎，等一下要批啦，你有要 asparagus 吗？啊，我要。探长给的这个线索呢，我其实想了很久。确定了 asparagus 不要， asparagus 不要，还是你也放进去？我觉得这个菜放进去会不会适合这道菜？但是还是有方法加进去的。我可以你要拿什么？跟你要几条吗？啊，你自己拿。是啊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我不是因为大方才给他，即便我给他们牙签或 asparagus， 他们还是会漏掉一些食材，因为我有最多食材，而且我有一样他们没有，然后我对那个很有信心。好，我把那个虾已经洗干净了，现在呢，我就要把它切成粒。哎，我发现今天都没有丢掉那些壳哎。哦，因为他在煮虾面，他要用来做汤。没有啦，你不懂了啦。我收着我的虾壳的，因为我想要另外用，我很好奇，你虾壳会拿来煎吗？会拿来。然后 Jeremy 问我的时候，我又不想要另外2个人懂，所以我是偷偷跟他说我会拿来。拿来煮啊？他很多秘密的，你看。其实我有点怀疑它到底会不会煮，因为炒虾头通常都是下面嘛。可是我想要多一点层次感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些小小的步骤来帮我 elevate 我的 dish。那你现在是要腌制，然后需要放一下子，要放至少半个小时左右了。然后你会怎么样煮？用水煮啊。可是你用水煮，你会不会就变得比较淡一点，没有那么入味？应该还好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拍打？因为你拍打它会比较弹牙，是真的。所以何们，剩下的萝卜你要怎样处理？给鸡尿啊，不是有。今天你会要用吗？我也是不会的，叮叮叮。对了，你再不要。都不要。有一点点。那个红萝卜，今天其实也不要用的。还看到何们在用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有点，可能我也应该拿来用一下。你要怎么用？我会把它放在馅料里面。也是一样放在馅料里面。在犯罪现场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东西耶。我觉得他们越加越多，会不会太复杂？所以你们的过程都是一样哎。煮法不一样，大黄放在滚水里煮，可是我会煎它。但是你用的那个酱料是什么？哦，你有用吗？有啊，酱青哦，麻油、蚝油啊。那 Ben 呢？你是用什么酱料？酱青、酱油、麻油、蚝油、胡椒粉。哦，还有这个蓝的。整个做菜的过程中，那个高个子的郭坤尧一直在抄袭我。
其实我没有真的抄袭的，因为那些步骤呢，真的是我本来想要做的。你懂我下一步做要做什么吗？剥虾壳。哦，很好。对。哎，那么快？为什么你跟你跟别人的步骤你看我不一样根本都没有看到，可是没想到他比我快一步。会做菜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给你所有的食材是一样的，我给你所有的步骤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跟我做的时候，你未必出来的那道菜会是一样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切丝啊？因为我要把它放在馅料里面，哦先这样，然后再切丁状会比较快。哦，所以你不是把你的馅料塞进？也把它塞进里面，因为刚才在碗里面看到的有肉碎，然后我也看到白白黏黏，我猜想应该是鱿鱼。那 Ben 呢？所以你是完完全全的把你的馅料塞进去。对，你们的处理方式都很不一样。我发现有一样东西，这个鱿鱼的翅膀呢，我也不浪费，我把它切成粒，然后再把它放在里面。哦，所以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你看到Xenia这样做？所以你其实我才放进去发现有这个食材多余啦，我不要浪费，哦因为公司赚钱很难，对不对？所以咯，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所保留，看得出大家都是先等对方有什么贡献，他们才考虑要不要有贡献。所以我觉得他们3位还蛮阴险的。当我看到另外2位准备的食材时，从头到尾哦，你都没有跟我说你有马蹄耶。我很有信心，今天能够还原真相的人是我。这个是讨论过后才想到的。跟我所以我妈妈讲不要相信漂亮的女人。今天你选择马蹄是因为你看到刚才我在桌上看到白白的颗状对，然后我嗅不出是什么，我觉得没有味道，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何们就讲是蘑菇，可是我不太相信他啦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错的。然后我就听到 Ben 讲 coconut， 可是椰子它的味道很重，然后你看桌上都有这些黑黑的粉状，你闻的时候又不像是黑胡椒还是什么香料，哎，不过真的有点像案发现场，对不对？哎，有。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马蹄。我看到 Xenia 有马蹄的时候，其实我有想到我少了一个主要的食材。其实马蹄在这些有馅料的美食里面呢，它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马蹄其实可以给那个菜除了甜度以外，就是它会多一个脆的口感，因为基本上里面都是肉嘛，所以它都是软绵绵的。但是加了一点点那些有脆的口感的食材在里面呢，其实是可以加分。哦，为什么你的鱿鱼是哪来的？对，我这么大只了，特地去巴沙买的。塞得很饱满。很饱满。你人很高，但是你鱿鱼很短。那何们你只是把它封口而已，对对，所以就是这样，你要用水煮、我觉得我打算煎，蒸。你每天都在改。其实这个我也非常认同他，我是决定好要蒸。因为当我把收口的那个动作做完后，我发现如果我煮的话，水会跑进去鱿鱼里面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还是用蒸比较好。不过讲真的啦，身为探长，我要的就是一个真相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蒸它，所以我们要蒸把它的真相。蒸出来。很好。对，我们还是最佳拍档。你现在要做什么？Xenia？我把馅放在 Ziploc bag 里面，然后剪一个洞。这个方法其实是在网上的视频看到，然后我自己也是有在家里尝试做虾滑，我觉得 it's a very good hack。何们我在烤盐，在烤盐，这个明明就是 coconut。Ben，他拿你的 coconut。我没有，我找到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也偷他的东西了，可以。因为当我看到那个咖喱酱的时候，我发现到他们没有放椰丝、椰奶在里头，
就是因为要破案，所以我没办法需要不择手段。可是这种东西呢，小朋友不要学 ，OK？ OK，啊，我要拿过去蒸，我需要这个炉。快！对， OK，好，好，我发现 Ben 和何们他们备菜很快，捏好啦。没有，我要去蒸了你要拿去。蒸了。对，没有时间了，还在那边。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因为我知道我剩很少时间了，如果我要我的鱿鱼里面的馅煮熟的话，我一定要割开一点点。要不然因为我的包掉，啊，看着。熟了，我包太紧，它包不起。我包太紧了，结果它爆掉。当我看到的时候，我是吓到了，因为我担心那个肉不够实在，担心切开摆盘的时候，肉跟鱿鱼会分开来，所以我就塞到它满满的。还有时间，我还有馅料，快点偷！你还有馅料吗？我还有鱿鱼。那你现来在处理，我第二次酿的时候，我就尽量不要塞那么多。不瞒你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道菜。没事，什么东西都会有第一次。第一次，第二次会更好。然后再来，我有再跟它开一个小缝，让它的气可以透出来，这样就不会整个爆开。然后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我要炒虾头。你现在应该是可以放了，它的火热的时候是最好。 OK。对。哇，很香。炒完虾头，我跟它拿起来，我就把这个酱汁放下去。所以你放完了这个酱，你会加水吗？还是会放调味料？还是我会放这个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。我要它的酱汁是比较浓稠一点的，比较干一点。他们在干嘛？等哦，你要蒸多久鱿鱼？我都没有看到里头有烟哦。他们，什么？你说你要用，哎呦！你要用蒸的还是用水煮？蒸我要或者蒸啊水煮蒸对不对？你水放那么多干嘛？没有，它不是不。来，快点，不浪费时间，拿掉。熟了吗？你的熟了，熟了没？熟了。你可以试一下啦，我骗你干嘛？用牙签，快点，快点，没有时间了。自己去弄。所以今天这里怎么样？ OK。还好。案发现场看到的就是这个颜色，对吗？熟了。OK。哦，有了，加了这个椰奶就真的香了。其实我觉得是模式一样啊。这次我非赢不可。啊，没事。快点，没有什么时间。差不多了，还在那里跳舞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菜哦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成品之后呢，我真的是蛮开心的，因为我的鱿鱼没有爆，而且呢馅料还在里头，所以我对自己蛮满意的。哇，是模式一样。好，现在你又要做什么？吉拿柠檬汁啊，我觉得真的可以提高它的味道。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，哈哈，完美。好，河们已经完成了。这样会不会有点失望？还好啦，最希望那只可以做好那。坦白说，那个时候有小小的压力啦。经过第一次的教训，我就要玩安全员，因为我只剩下最后一条了，所以我不可以再有什么闪失。所以我煮的时候，我就尽量不要煮到太熟，我就想到把它放在那个酱里面，再让它煮完全的熟透。那你的鱿鱼好了吗？好了。所以你会用所有的酱汁在你的鱿鱼？哦，不会，我会把鱿鱼放里面1-2分钟。这是我第一次上这样的烹饪节目，很考思考能力、观察能力、味觉，还有当然厨艺，我觉得太好玩了。哇，走。又是你，你跟他很熟没？我侦探做很久，所以好，他又在干案。好，现在嫌疑犯已经在这里。
你们每个人可以问一道问题。嫌疑犯，我想要问你，被害者是不是有多过一位？你说呢？我那么厉害，那你可能只有一个，可能是2个，可能3个。你不是人。红萝卜在这道菜里头有什么用处？你吃红萝卜吗？难道你吃软不吃硬？为什么他问我问题？他答非所问。有了，嫌疑犯，这道菜最重要的食材是不是鱿鱼？你要说是或者不是，你不可以说不知道，是还是不是？ Very nice。这3盘都有鱿鱼，你说呢？我是问你是还是不是？你说是还是不是？好，不气老人家，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因为3盘都有鱿鱼。是，话不多说，但是还是要知道。我们马上让他试吃。我觉得先吃不好吃的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决？对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不熟。哦，是吗？不熟。哇，你骗我，你跟我讲熟了，因为我是探长。输了吗？熟了，真的啊。真的，你可以试一下啦，我骗你干嘛？说我们是水还没有滚，他就把鱿鱼放在里面，难怪没有熟啦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蒸过东西，一直以来都不知道你需要等到水滚之后，再把你的食物放在里头。所以我就是推理界的高手，可是厨艺方面我不是很厉害。这个熟吗？这个是熟。最后一道。我很惊讶，你们怎样知道我怎样犯案的？证据确凿，来说一下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把全部的蔬菜都切成丁，有芦笋、红萝卜、香菇、马蹄。那肉呢？肉我是用猪肉碎。我也知道我少了马蹄，然后当他说是用猪肉，我讲完了，我已经少了这2样。然后先加剥壳切成丁，跟碎肉一起混合起来。调味是用麻油、黑胡椒、盐，然后搅拌。鱿鱼把墨汁取出来，把猪肉馅塞进鱿鱼里面，再用牙签封住那个鱿鱼，蒸的时候它才不会爆开。然后拿鱿鱼去蒸10分钟。蒸鱿鱼的时候，我做拉沙酱，把拉沙酱炒一遍，让它香，然后加椰浆，加水，加糖，开中火让它收汁，再淋上去。这个 stuffed squid 是一个很传统娘惹菜，可是它是有清汤的。这次我就用拉沙 exchange with 的清汤，我觉得这个是它很特别的一点，因为有那个 fusion。真相就在这里。锵锵！哇！他的摆盘呈现方式跟我的完全不一样。它虽然是我很熟悉的 laksa curry， 可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做法，我觉得很新鲜。差不多一样了，我的。no， 如果我把它放平，然后我的酱就放在旁边就没有。到底有没有人接近你的犯案手法？ OK， 因为这个不熟，我们不用多说哈。因为它只有鱿鱼跟我很相似，味道啊、卖相都是 off 的。
那边的酱汁有点浓稠，收汁太多了，味道有点咸。煮拉沙酱的时候，控制那个火候很重要，火候不能太大，因为加了椰浆，它会 split， 所以要懂得看火候，然后一直搅拌，让它的浓稠度得到我们要的啦。它的会比我的干一点，可能是肉用不一样因为我用的是鸡肉，啊。OK，那今天用的就是猪肉，它的酱汁浓稠感跟我的很接近，所以我觉得这位恭喜今天成功 point， 看好你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证据确凿 ，Chef Melvin 就是这一起案子的犯罪主谋。如果他今天用的是猪肉，他是不是最接近你的犯案手法？你说是还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sorry，是还是不是？是好，我服。虽然我今天破了案，可是真的不简单。我一尝到嫌疑犯的酱，我就知道那个水准不同。希望再来挑战多一次，再学新的东西。吃饱没有？吃最后一块，里面没得吃，对吧？拜拜。拜拜。